Hello， 安迪六又来了，因为太长了，所以要放第二季哦。哎，你可以哦，我一出场的时候哦，你放那个 feel boom boom boom， 然后拍掌声这样，然后我要像拿那个金像奖这样，很谢谢大家，我要谢谢谁？阿婆，谢谢阿婆，要很感动这样。谢谢阿婆帮我，你看阿婆的黄酒鸡，还有阿婆的黄酒蛋，还有阿婆的那个炒那个什么猪奶什么啊，那个叫阿婆的黄酒鸡啊，很高哦 ，half million 了哦。啊，第二个我要谢谢的人是 Mary 跟我做2套高丽罗 dog 啊。哇，很高兴啊！谢谢 Mary 啊，阿婆啊，还有谢谢以前呢，我一开始做的时候很多支持我，很高兴，很谢谢。啊，第二像那个拿那个金马奖这样，很感动。会放拿那个 view 嘣拍掌那个，你看安哥没有表情。等一下过后我问他怎么没有放啊？你知道那个要钱的，安哥一要钱了就不要了。阿弟要谢谢的人真的很多很多哦，安弟也没有想到哦，哎呦这么好，安弟很 lucky 嘞，黄秋生哦，share 安弟的鸡饭在他的 Facebook 嘞，谢谢哦，港星对，那个什么叉烧包也有叉烧包，你看了他，你有怕他？安弟也是朋友通知才知道，留言在那边才知道，要谢谢大家，真的是很感动。你们继续接下去看第二季哈，也是从那一天接下去的。只是这一段安迪把它插下去，因为安哥说要分段，太多了。OK， 然后就有一个酷比他问啊，要怎么样告诉年轻人像我们这样一样的成功和快乐？成功呢，安迪也不敢讲啦，成功很多成功人士啦。安迪和安哥呢是很刻苦耐劳，然后做工要比别人付出的10倍的代价。就是人家星期六去玩耍，星期日去玩了耍的时候。安哥就是星期六也做工，星期日我们也是在家里要算那些表啊。我们有一天做安迪要打字啊，很笨的啊，不会打字都要去学打字啊，打那 quotation 啊，价钱表啊，打到晚上啊2、3点啊，有时候打到4点啊。然后为了节省开销啊，安迪的 office 啊真的有工作的人员啊，安迪都没有请点钟女佣来打扫的啊，安迪是大家收工了过后了，安迪收拾的啊，全部安迪打扫的。我们办公室虽然是很多人啊，很多人啊，安迪都没有请的啊，所以安迪和安哥很好运气，就是做生意的时候，我们遇到很多的人帮忙我们，就是那些读很多书的人呐，我们不会像填的那个书这么厚啊。安迪安哥哪里会填？也是这样慢慢抄，慢慢问人家。可是我们也没有办法，我们只是会。好彩是有很多朋友帮忙咯，很多啊。可能安迪和安哥，不会讲啊。就人家看到会要帮忙我们呐，我们真的很谢谢，我们遇到很多帮忙我们的人，就是有读书的人呐哈。OK， 要怎么样快乐呢？快乐是你自己咯。有时候有很多东西。会惹到你很不快乐的，但是你的心理要很强大。可能安哥和安迪是从小已经出来做工，已经被人家磨练到铜皮铁骨啊，人家讲铜皮铁骨啊，那个脸皮都厚到好像墙壁这样了有时候安迪有一些东西不快乐，安迪会用一种方法，就是讲我为什么要跟他计较，他根本都不了解我。有时候安迪会讲，哎呦，他的水准都是这样的，我们交流不了。安迪就是这样，有时候安迪会跟朋友講他不開心，有時候安迪會講你咪頂氣啦，你唔頂氣你又唔開心，不如你頂咗氣你開心咯。所以安迪以前也是會頂人的，有時候很生氣的時候會頂到人家很不開心。但是安迪過後會講，安迪會看到他很不開心，可是安迪講，這樣你不開心好過我不開心哦。然後過後了呢，慢慢年紀一直改變，到你40歲的時候，你會有一個很大的轉變的人生，你會看得比較不同了。然後安迪就過後了。轉變，然後到50多歲的時候，安迪更轉變了，人生就看你不同了每一個人到一個年紀，你就會自己轉變啦。所以安迪就會講說，不開心也一天，開心也一天，倒不如開開心心過一天。所以安迪和安哥整天吵架的，吵到最後安迪不要跟他吵，你說他講咯，安迪講看住他咯 ，OK 咯，算了咯，安迪走咯。然後安迪怎麼樣？安迪生氣的話，安迪會怎麼樣？你知道嗎？安迪會出一個洪荒之力，就是哇，把那個花園啊弄啊，把那個廚房大掃除啊，或者樓上啊大掃除，安迪會這樣子的。把悲憤化為力量，就是做工。然後呢，理財觀念呢，就是有的時候要節省啊，不要說亂花啊。安迪會把一點點的東西都會節省就是
积少成多啊。然后对了，妈妈真的是不好当啊。有时候我讲算了吧啊，不过孩子会帮忙是最好咯，所以你要把你的家里的东西、家务啊、家务事啊，最好是小孩子从小要参与，要给他帮忙，要训练他们这一个是真的很重要啦。嘎嘎，是咯，嘎嘎的年纪真的是很大很大了的。嘎嘎呢是人家的女佣来的，她照顾老人的，然后那个老人过世了，然后那个主人就不要他了咯。所以安迪讲 OK 咯，不要紧了，安迪要朋友的。为什么呢？因为安迪不是需要一个工人帮安迪做到完的，因为安迪会做家务，安迪会收拾的人来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安迪在video的时候，嘎嘎走来走去的，他就是等着安迪做完了帮忙我收拾。安迪会收拾，安迪也会，安迪3餐都煮的天天都煮的就算随便安迪都会煮的随随便便煮。所以嘎嘎做了，后来他做了差不多接近1年9个月了，他要回了，安迪也是放他回去了对呀有时候不会因为嘎嘎年纪大，你那么多工作而不好意思叫他工作，会，所以安迪很多东西。然后我的孩子也是会看到年纪大，有时候是看到怕他爬高的时候，我的儿子会叫他下来，我做，我的孩子会做的如果刚没有在，我还是一样煮的OK， 我会打算买一个洗碗机，有叫儿子在找着。其实以前我们有买过的。以前我们旧屋的时候有一家洗碗机的，用了很久了啦。然后我们搬这一间家的时候没有搬过来咯，因为少用了嘛，想到有嘎嘎嘛对，安迪在少女的时候就是很会煮了的，对。为什么呢？因为安迪12岁的时候就来吉隆坡做，安迪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在 canteen 做工，在哪里呢？Subang Highway 的时候你在 Subang Highway 的时候 ，Federal Highway 你在旁边有看到一个 Subang Golf Club。安迪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在那一边做咯。安迪是早上就是在厨房里面帮头帮尾咯。下午3点的时候，安迪就在游泳池那一边，就是做那些 snack 炸薯条卖 ice kacang 汽水这些东西咯。所以早上的那一段时间安迪就要准备洗菜什么然后里面就是有一个海南贝宁，还老板娘也是海南人，然后还有一个老的贝爹就是老人的厨师，海南人的厨师。然后还有一个中年，也是算是老了啦，那时候也是40-50岁。总之在那个厨房有3个男的海南厨师，还有2个女的厨师，所以安迪就是在那边学很多东西咯。然后过后了呢，安迪也有在那个经济饭档里面，就是经济咖啡店做工。然后过后了就安哥认识安哥做生意，安迪就再没有就帮他了咯然后安迪是真的是跟老人比较多啦，老人学煮菜，所以安迪的煮法都是比较老人一般传统的咯。OK， 盐油鸡厨房很多人问盐油鸡很多人问那个盐油鸡其实那个盐油鸡你找那种做那个餐厅的设计师就可以了，你找那餐厅的来帮你设计，你要几大，你可以做到像那个餐厅的那种比较大，因为我们喜欢大个，就是说它大，还可以把那个烟全部一下抽完出去，不会把整个厨房，你看我们的厨房那个壁橱全部不会说很多油了，不会的，只是说你看我们有时候拍，因为有时候我们拍影片，我们就没有开那抽机，因为它会很吵其实一开什么油它都可以抽出去，很够力了然后那个抽风机的那个风扇在哪里？安哥有拍在外面，就在外面有的，它抽去花园里面的其实不是很吃电的啦，就是100多瓦而已啦还有看你买的风扇多大啦你买大点它就比较有力咯，瓦数也是100多瓦罢了不是很吃电的。所以你要教你安迪这一个是超大，太过大了啦，真的是太厉害了，他连那个热的火都会抽出去，所以安迪有时候会管一下OK， 然后再介绍那个锅OK， 一直很多人问安迪那个生铁锅，安迪也介绍一些地址，但是呢，你们不用的，你们在外访都不要紧。安迪的朋友在怡保他们也是去卖那些沙煲肮脏的店那些卖碗碗地地的那些店他们都有的，你进去问他们，还是买得到，因为藏在一些角落，因为很少人问嘛，他们都有的。但是如果你们找得到老店的更好。因为他们的锅以前的会比较重，现在的比较轻，比较重安迪之前的时候去半山巴找，半山巴也是有嘛，卖那些碗碗地地那边安迪找到有一个很重
然后我的姐姐也找过一个，在一个老店啊，在士根庄，她耳朵断掉了，我那个也是一流，也是乡下很多老店都是还是都有有的，都有的啊！你们就去，不用再问安迪了啦，哪里买？你们总之怡宝也有，槟城都有的，拔升也有的，你们就去找那些。要问你这样去找是没有的，你要问他有。不是你去这个店卖碗碗碟碟的店，然后你就问那个老板有没有生贴我卖，他就会介绍你的。然后最好用呢，我们家庭式呢，你就买像安迪这样大个的28寸啊，我们那个。哎，讲错，16寸到18寸就10块罢了，很便宜，不是45块罢了，16到18寸。然后一些人呢，他讲哦，他用了过后我煮哦，还是会一直黑黑，因为他用那个他擦到不够干净啊，里面用那个铁丝擦到不够干净，不要紧的，再开锅擦得更干净一点。然后呢，不要用，把那个油蒸隔夜啊，擦一层油过去。OK， 没有了，人家就是问我咯，我咯就是 OK， 请问你怎么样驱走厨房的蟑螂和壁虎啊、小强啊？改天安哥拍一个视频给你们看啊，怎么样？因为这个比较危险，比较危险。安哥是用那些蚂蚁药那比较毒的，你不会用，你不要乱用，因为如果你弄到地方不对啊，小孩子摸到啊，吃到啊就麻烦了。对了，那个就很有效了，改天我那个也是那种什么啊？那种公司跟人家打那个蟑螂、蚂蚁那种公司用的，安哥去买那种，真的很毒很危险的。那个是农地用的啦。那种很好，一次你可以顶3个、6个，1年都可以有时。OK， 然后有人问那个磨刀是有一面粗一面是滑的，是不是？或者是整个是粗，或者还有一种是滑的，是不是？不需要，你们就去买粗的就可以了啦。滑的是什么？一些人他们用粗的磨到很滑、很利了上，他们才来用那个滑的来磨，所以我们家庭是不需要，你就买一个粗的磨刀石就 OK 了啦啊！安迪可以酿酒吗？不可以，安迪等下给妈大捉掉啊！在马来西亚酿酒是犯法的。以前安迪小的时候在乡下士根庄，很多老人酿酒，他们都是偷偷酿的，然后每一天都看到警察来捉他们的，你知道吗？我们印象很深刻的。婆婆那些妈妈全部每个都会做酒的。OK， 来开场白。弟记住了哦。谁跟你讲？你很多人一直讲我开场白嘛，很多，不是一个人，很多。OK， 不要紧。然后安迪的头饰是不是自己做？有一些做，有一些是买的。为什么呢？有一些人问安迪，你这个头饰很美哦，你是怎样？你去哪里买？其实它不是头饰来的，它是围巾来的。有时候是围巾，安迪自己这样，就 DIY 这样绑起来，这样啊，就这样了咯，就是了咯。OK， 然后有一些呢是它可以衬这个颜色这样啊，安迪就会拿一个就这样卷起来就变成 mix color 了咯。OK 但是安迪还是买很多啦，安迪不会买贵的，安迪都是买便宜的。安迪多数去哪里买呢？淘宝嘛，因为安哥有时候订货的时候，安迪就快点去淘宝找咯，然后我就省了邮费了咯，我只是给付那些这个头箍的费用咯。但是你去淘宝买真的是很便宜，安迪买的全部都是5块左右的，好像这一些就5块左右。很多女人很喜欢这些东西。然后呢，安迪再给你看一个最便宜的，这个是2块9的这一种。2块多钱而已的这一种布是它是好像那种沙丁的布，那种滑滑的布啦，2块9而已这种。安迪就一次过买多咯，然后你知道的咯，他们淘宝很厉害做生意的，如果你 order 超过10个，他又会扣变成就直接越买越多咯，就是这样的原因咯。全部安迪都是淘宝买的，你看夸张哦。然后 OK 啦，安迪买的全部都是5块左右，最贵都是8块钱呐。然后这些咯。这些安迪不会买贵的，这些很多因为你们会看到安迪用的时候很漂亮，你们会问安迪买。安迪跟你讲，安迪去日本旅行的时候，安迪会去二手店跑的因为日本的货很漂亮的，然后安迪就进去里面逛了，有时候卖1块2块钱安迪快点上，很漂亮你看到吗？OK。对，全部日本的。这个几个是日本的，然后有一些是咯，有一些不是咯。OK， 安迪的桂花宝典很乱的，你们不会看的。安迪因为安迪不是很认识字安迪有时候是自己的那些豆芽字，安迪也丢掉了一些了啦，一些真的是太旧了，不适合。然后以前的人都知道的嘛，很喜欢剪那些杂志书，以前报纸每天都有的，叫人家有安迪就剪不剪，收集了就这样，但是不是很适合用了啦。现在有一些只是安迪自己拿来做 reference 改一改这样罢了咯。OK，
然后一些人讲叫我做一个 PDF 啊，拿来 share， 不用啦，安迪都做了，安迪把好的全部拿来做在那个 video 里面跟你们 share 咯 ，OK， 然后安迪，你做 video YouTube 的时候，你最快乐和最不快乐的事情是什么？最快乐的事情就是你们做到成功，安迪看到很开心；最不快乐就是有一些人做到不成功的时候，安迪哦，整晚上睡不着觉，整晚上睡不着觉。跟你们解释，是哦，不知道怎样来救你们，也不知道他少了什么，是不是？你就这样讲啊，有时他们放少了一些东西，好像那个步骤错了，但是也没有啦。最多问题的就是那个白萝卜糕，有人做到会软，然后我发觉到可能是那个萝卜哦，有时候安迪没有叫你们碾那个水出来嘛。有些水会很多，有时候一些很新鲜，它的水会很多，所以你们要碾掉一些啦。但是安迪已经给那个水分是很少了的，不用紧，还可以再少。如果是他们做事再放少一点哦。OK， 但是还是很多人做成功的。只是一小部分啦，一小部分做不成功。安迪阿嘎是可能是那一个原因啦。OK， 然后我们很谢谢阿红哦，30多岁，他跟他的一般朋友看我的YouTube 很喜欢，然后还有一些人很多勾出他的小时候的回忆，就是和婆婆和妈妈一起做的糕点，很高兴哦，安迪看你，谢谢哈。然后还有一些很多是新手，对，安迪有想到很多新手，因为自从这个病情来了疫情来了，很多新手变成他们都要下手煮菜煮饭，所以。为什么呢？因为安迪的妹妹也是，还有我的孩子在国外，时常也会打电话来问妈咪这个怎样煮，妈咪那个怎样煮，或者是姐姐这个怎样煮，那个怎样煮。所以好像我的哥哥像以前一路来都是买菜大伙事，他也要开始煮，也会问我。但是我教了，我还是发现到他们还会错，所以安迪教的时候会很小心，会叮咛又再叮咛，就是这样咯。所以我就会做。很多东西我知道谁错在哪里，安迪就会这样子来跟大家分享哦。所以安迪很高兴跟很多新手煮成功啊。OK， 安迪是左撇子，对，左手的人。OK， 还有什么啊？对，安迪的那个厨房的那个灶炉福吉粥是很好用的，以前但是已经用了20多年了啦，也是要换了。安迪和安哥也是在找着。不过现在新款的我看有在找着了，它的火比较大，我们这个火不够大。对，如果喜欢煮菜但是你已经改了吗？你把它弄它，安哥把它 DIY 改它的火大一点的。OK 啊，带你们去家乡，我姐姐的糕点，我姐姐是在巴萨卖的，她叫梅姐，但是她没有什么出来卖了啦。最近疫情，她更加的没有出来卖，因为太危险了。对，师傅是跟老，还有和安哥吵架最凶的是什么？最感动的是什么？没有哦，安哥我从来没有送过花给我。然后我的生日到现在，他讲你要买什么，我都不知道你要买什么。你要什么都有。他每天就是讲这句话，他都不知道我要的是什么。可是讲出来就没有意思了咯，对不对？哎，不要了，我自己买吧，算了啦。OK， 最感动的是就是我妈妈老的时候啊，因为她已经中了腰子病，行动又不方便，脚又没有力了，然后每一次回4根桩，然后我的妈妈她不要出去，她每天都关在家。然后以前我回家的时候，我时常会带我妈妈出去，他们老人家很喜欢去杂货店买东西的嘛，我会时常带我妈妈去杂货店买东西。后来她老了，她不能够走路，她不要，然后我们就会骗她，然后安哥很耐心的教她，因为他觉得她很麻烦我们，她不要麻烦我们，然后我们都会带她出去，然后我们会把那个车，安哥会把那个车倒在真正的那个杂货店的门口，然后开门，然后给她在那个在那个门口那边就喊我们要什么这样子咯，然后安哥会把她抱上车，抱下车，然后他都不要任何人抱，他就是要安哥抱而已，因为他说安哥抱他很舒服，不会弄到他扭到他，因为他怕嘛，因为他有给人家抱过，熬到手啊，弄到他很不舒服。这一个事情安迪是最感动啊。OK， 安迪是吉隆坡哪里人？安迪是有讲，安迪是吉隆坡 Sri Petaling 的人，安迪是从4根桩来。安哥也是4根桩来，可是安迪小的时候是在安顺长大的，后来安迪在差不多7岁，不是7岁，6岁7岁啊，8岁7、8岁的时候，安迪就搬来4根桩，因为我的爸爸做生意 bankrupt 了，那时候就搬来4根桩，那时候不认识安哥的啊，每天有经过他家。OK， 然后你有去过几多个国家？安迪和安哥有去过30多个国家，然后30多个国家里面呢，有一些是重复去很多次。
会重复去啦啊。然后 OK YouTube 赚了多少钱，安迪已经跟你们讲了啦啊。旅游的视频可以分享吗？还是有很多的。安哥每一次我们去旅行都有录的，但是那时候没有想到做 YouTube， 所以安哥录东一点西一点，所以要很难简介咯，所以就拖到现在。所以安哥只是一直每次都拍我煮菜的咯。将来我的目标是什么？没有了，安迪没有什么规划，安迪就是跟安哥就是想到老了的时候就是这样，去旅行啊，就在家这样回家这样旅行，慢慢过日子啦，两个人走到真的完全旅行不能够旅行的时候再来打算咯 ，OK？到时候我们可能会拍，可能都是拍旅游的多，去每个国家吃，找一些国家好吃的美食啊。讲妈妈讲到又流眼泪。哎呀，好了。想妈妈。不要讲。OK， 你一共7个 ，OK， 我最喜欢的国家没有啦，安迪没有说最喜欢的国家，安迪去每一个国家，我和安哥去旅行，就不管什么烂地方都好，我们2个人都很喜欢。那安迪去旅行呢，最喜欢去哪里？就是最喜欢去巴萨，最原始的巴萨，露天的，安迪都不怕肮脏，安迪不会的。最喜欢看他们的生活，去了他们的巴萨，你就可以知道他们的生活是怎么样。对啦。然后呢，未来我最喜欢去的国家，安迪如果是一完了开放的话呢，第一个国家安迪会去就是安迪又再会回海南岛，因为安迪已经回过2次海南岛，那时候没有想到做 YouTube， 因为海南岛还有很多老的传统的菜，安迪回去吃的时候，安迪那时候没有想到要拍，也没有想到要学，所以安迪如果这一次在疫情一开放，安迪会回海南岛，会学很多海南的菜，尤其是海南面。在马来西亚没有海南面，安迪一定要学这一个，还有很多那些糖水，我都没有学到，我回去我有吃，很可惜。OK， 然后有没有打算去哪里来玩呢？有啊，安迪有啊，打算很多地方，但是安迪和安哥在考虑要去的一个地方就是北极，和南极，因为也很贵，然后不舍得去然后过后了我们看到了这个疫情，安哥和安迪讲，你看。不管了，再花这一笔钱，我们都是要去，所以敬请期待安迪要去南极和北极 ，OK？ 不是南极，也不是北极，不是什么？南极。南极啦 ，OK？ 哎，希望啦哈，希望可以啦，怕我们走不动了，所以有时候在想要去快点去了，不要再去省这个钱了，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哦。南极我们想背包，这是对，我们是想背包的，就是想背完了这一个西伯利亚就要背南极的，人算的不如天算。什么人家讲啊？计划赶不上变化。没有了啦，讲完了啦，还有什么东西？好了，谢谢大家哈，好，改天再讲，太长了，大家都要听是很辛苦的嘞。好，谢谢大家 ，OK， 拜拜，谢谢大家的支持啊，大家，来，要拍个封面照一点，我有没有笑？对，好。